梦里谁家是我乡，身份一纸动肝肠，真情未必亲生子，戏里虚虚亦有光。大家好，我是阿峰，欢迎收看跨界茶话间。今天这一集要来讲一段不能一次讲完的秘密。有些事看起来像是偶然，其实暗藏线索。有些人看似只是角色，却扮演着关键推手。好运来最近一场重头戏牵动整个剧情的风向，连演员本人都不小心累瘫现场。结果被偷拍的画面还意外泄露了一个身世关键，到底是谁的秘密正在酝酿？你可能想不到，真正的主角可能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好运来的这部8点档不只是大家茶余饭后的娱乐，更是个人跟家庭关系的缩影。最近一场关于身世之谜的铺陈，让人忍不住一集接一集。这回由吴东彦饰演的萧逸凯，戏里面的身世突然变得扑朔迷离，网友们开始猜，难道他并不是现在剧中设定的父亲的亲生子？这条线一直很隐晦，却越来越清晰，而爆料的居然是剧中饰演母亲的赖慧如，还在自己的脸书上面随口一句，就把网友们的注意力全部都点燃了。他说重头戏要来了，是身世之谜，但这话真的是说给观众听的吗？还是他其实知道的更多？赖慧如最近的行程简直比高铁还满，除了拍好运来，还要跑外景、录节目、代言、跑宣传，忙到什么程度？他自己说，只要一有空档就睡，这不是开玩笑，是认真的，随时闭眼。更好笑的是，剧组工作人员拍下他睡觉的样子，1张、2张，竟然积累了800张，而他在脸书上面笑说，这张算是最正常的，你知道有多夸张了。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观众对他的表演越来越有感觉，因为这种累到极致却还能入戏的状态，反而成为了超真实的演出。但有趣的是，这些偷睡照里面有一张特别的画面被截下来，背景出现了剧中一段尚未公开的拍摄道具，上头写着亲子 DNA 报告。DNA 报告如果只是普通的医疗道具，那也不会引发什么样的注意，但偏偏它的出现时机刚好对他提到的身世之谜，刚好对上他提到的身世之谜。而这张照片曝光之后，马上有网友截图对比剧情进度，发现吴东彦饰演的萧逸凯最近一连串行为其实早有不像父子的端倪。他对剧中父亲的反应、语气，甚至几场重头戏的台词里面频频出现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这类话，这不是台词设计的偶然，反而像是早就写好的伏笔。观众们越看越觉得这角色的亲生父亲可能是另外一个大家熟悉却从没怀疑过的人物。你还记得吗？在剧中的另外一位男性角色，曾在第1集就跟赖慧如饰演的角色有过一段过去，当时没有交代细节，只是一场短短的回忆画面，但细心的粉丝挖出那段回忆拍摄的时间点，刚好就是萧逸凯的出生年份。而在最近播出的剧情里面，这位角色突然频频入镜，甚至还开始干预萧逸凯的去留问题，还曾经单独跟他对话说，如果你是我儿子，我绝对不会让你受这种委屈。难道这句话不是戏？我们再来看一下吴东彦的演技转变，他从初登场的少年感到现在的成熟稳重，甚至带点内心挣扎的眼神，都让人觉得这个角色有故事。而这一段时间他的戏份也特别吃重，几场跟家人对峙的戏拍摄的时间特别长。根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这几天吴东彦甚至有点入戏太深，一度情绪崩溃。这不是普通的职业表现，而是他本人也在背负一个沉重的身世秘密。到底这层设计是编剧精心安排，还是某种真实生活的映照？他本人并没有对此多说，但越不说就越令人怀疑，戏里戏外是不是也有真真假假的边界？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台剧过去常用的亲子错字的桥段，像早年的《飞龙在天》里面，
林在培跟李新文那一场父子大逆转，也是到了剧末才揭晓。而港剧《溏心风暴》第一部也是 DNA 报告成为了剧情转折的经典桥段，甚至连韩剧《冬季恋歌》也曾让两位主角一度怀疑彼此是兄妹，搞得观众心跳加速。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剧情里面的亲子关系不是戏剧设计，更是文化对家庭血缘的执着反应。在华语区里面，亲情不是口头说说，而是一种责任和荣耀的延续。那么好运来这一次会不会也是把这一种观念推到极致？但这都还不是最悬的。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赖慧茹拍戏拍到睡出新闻。想象一下，一位8点档女主角边拍感人戏，边在片场沙发打鼾，还被拍成网络梗图。更妙的是，她竟然还能够笑着说：“我睡成这样是因为角色太沉重。”结果大家以为她在说笑，其实她是在暗示角色真的背着秘密走不动了。你看演员入戏入到这种程度，难道还只是演技而已？又或者他知道的远比观众早？好，现在就让我们来揭晓这场身世谜团的全貌。根据剧组人员透露，萧逸凯真正的生父其实就是剧中的那一位早期出现，后来淡出，近期又突然回归的角色。他在第1集的回忆片段里面，曾经和赖慧茹角色有过一段情愫，当时因为家庭压力分开。赖慧茹怀孕后选择隐瞒，嫁给了现在剧中设定的丈夫。这一层关系一直被编剧藏得很好，连演员都不知道，直到最近剧本才揭晓。而那张 DNA 报告正是剧中角色偷偷做的亲子鉴定。剧情会在未来2周内揭开真相，届时萧逸凯将面对亲情跟身份的全面崩解，而两位父亲之间的对峙也将成为好运来历年最激烈的冲突戏。这不只是剧情的爆点，也是一次身份跟血缘的再提问。我们到底是谁的孩子？是血缘定义的，还是陪伴我们成长的那个人？如果一纸报告就能推翻20年的关系，那情感还剩下什么？也许好运来不只是在说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是在挑战我们对家的理解极限。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不妨以一首小诗总结：梦里谁家是我乡，身份一纸动肝肠，真情未必亲生子，戏里虚虚亦有光。如果你也曾怀疑过自己的身份，或者在人生某个时刻迷失了自己，在这部戏里面，部戏可能比你想象的还有共鸣。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最难忘的身世翻转剧情是哪一出？喜欢这一集内容，记得帮我们按个赞，分享出去，也欢迎加入我们的跨界茶话间的会员频道，还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感谢按钮支持我们持续创作。咱们下次再聊更精彩的内容。